比特币怎么爆拉了？鲍威尔刚刚的发言会对比特币造成什么影响呢？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图表，当前的比特币正在急剧的拉升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如果到日线上啊，我们这根日线就已经上涨了 6.51%， 光实体部分。那现在我们在上涨的过程，我们会不会开启波新的多头呢？我们关键的位置是在哪些地方呢？我们先回到周线。当我们怀疑或者说我们在焦虑紧张的时候呢，不知所措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先不妨从大周期下去看一下。如果我们从周线，我们可以发现啊，我们在图表当中呢，我们可以发现几个震荡区。当这些震荡区它突破的时候，真正突破的时候，那么未来的方向啊，突破的方向就是趋势的方向。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啊，在519之前哦，我们有一个区间，那这个区间后面是下破了，所以我们就走空头。后来呢，我们在底部有走出一个震荡吸筹的区间，我们上破之后呢，我们就走出了一波很不错的多头。那我们在这里下破之后就走空头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我们过去的这几个区间它只要震荡的时间够长，震荡的时间越长呢，那么它突破之后所产生的方向呢就越可信，它可以走出的距离呢也就越远。你可以发现我们过去的这几个震荡区呢，这里下破，所以我们后面就走了一波空头；这里上破，我们就走一波多头。这里下破，我们就走一波很长的空头。那当然，这里有出现假跌破，不过我们后来顺利的回到区间内之后呢，我们就产生了正式的突破。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几个地方，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上缘有没有被突破。上缘突破的时候，它是不是很干脆的突破？你可以发现如果说我们后续呢可以走出一波很不错的多头，那么突破的这根 K 线呢，它一定是量能非常饱满，而且呢一定是上下影线很短，并且实体部分很长的 K 线。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我们接下来有没有出现这种 K 线在我们当前的盘面呢？尤其是我们在测试到前高大概72000左右的时候，它有没有出现？那我们再把级别呢切小一点点我们切到日线，我们可以发现呢，它虽然说上涨了，不过我们之前也出现过很多次的上涨。我们观察的呢依然是这条趋势线，这条趋势线它有没有被突破？如果说被突破的话，那么才有可能对趋势造成影响，才有可能把原本震荡的趋势呢给逆转过来变成稳稳的多头。那其实我们在过去呢6万左右被突破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量能呢都放大了，而且 K 线呢它都变长了。那我认为6万左右的这个互换呢，它在做交易上面的参考呢，它的参考度已经大大降低了，因为我们在过去已经连续3次呢在6万左右呢来来回回的穿插。那就可以表示其实6万左右的互换的效果呢，已经没有像之前那么显著了。我们之前在6万左右的表现是很显著的。你可以看到，当我们在往上从6万突破的时候呢，其实它都出现了那么长的阳柱，但是有没有走成多头呢？这个可不一定。我们要观察的是，第一个有没有破前高，有没有破前高很重要，还是我们这次还会再创造出一个 higher low， 这个很关键那再来是我们的趋势线有没有突破。那最后才是我们的前高有没有破，我们的区间有没有破，这才是我们观察的重点我认为在一个震荡区当中呢，其实上涨下跌都还好，重点是有没有突破这个区间，这才是我们接下来要很仔细观察的部分。那当然我们此时的上涨呢，是跟鲍威尔的发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自从鲍威尔刚刚发言完之后呢，我们的盘面呢，它就迎来这种短线的这种上涨短线的急涨那其实我们从图表上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当时走了一个形态，那这个形态它后面就是往上破，那我们就必须得尊重它。不过我们要观察一下这次的上破呢，它后面的量能有没有跟上，并且 K 线走的连不连续，这个才是我们在比较短线上我们至少要先观察的地方。那么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入金$100，你就可以获得15万颗的 DOGS， 这是一个新的币种，你拿到之后你可以直接卖掉，当前大约价值$300，这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活动，而且这个活动呢绝对不常有，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那我们来看一下鲍威尔刚刚的发言，你可以发现呢，鲍威尔刚说了，政策是时候来做调整了，因为美国在过去的政策呢都是不断的升息，不断的缩表。那我们维持了终端利率一段时间之后，现在鲍威尔有谈到是时候调整政策，也就是他认为是时候要降息了。你可以看到呢，下面其实都有列点把重点给列出来。他在9月是一定会降息的。那之前我们有谈到有可能降息1码还是2码
目前来看呢，降息1码的几率还是最大还是最大。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从 CME 的 probabilities 我们来观察一下当前基本上呢，我们在9月18号的时候会降息1码，那么我们在11月7号的时候有可能降息1码或2码，那么我们在12月18号，也就是今年的年底的时候呢，我们的利率会比现在要再低非常多，很有可能我们会直接来到4.5左右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是5.5所以其实我们还在今年的后半年呢，我们会连续的几次的降息，而且是很迅速的。那在鲍威尔的发言过后呢，你可以先观察到美股它就反应了，它直接拉涨一根那大家不要小看这可是标普500，它的市值是很大的，即使是1-2% 的涨幅也是非常非常多的资金。那么美元指数，如果大家有观察的话，可以发现目前正在暴跌当中。我记得在1个月、2个月之前当时还是33台币换1美金那现在已经跌到了31.8、31.9台币就可以换到1美金了就表示美元呢其实是在强度是在急速的减弱了，因为美国接下来要降息了。那我们再观察其实这次美国它降息确定在9月呢会这么急，就是因为美国的失业率呢是在飙升你可以观察到，其实失业率飙升这绝对不是个好的征兆你可以看到，当时我们有几个失业率的上涨的起点比如说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那其实这些地方呢，都是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时间点当时我们在2020，这不用说了嘛，新冠疫情。然后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是美国的次贷风暴危机，还有2000年左右的网络泡沫。那我们现在的失业率又高起来了，所以这当然会让很多人很紧张不过我们要观察一下美国的这个政策有不有效，它有没有成功抑制住这个失业率。如果失业率没有被抑制住的话，那非常有可能我们就会有一波经济危机，甚至有可能会出现黑天鹅。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可能不知道美国的失业率状况有多严重。其实我们在过去我们就有谈到了，我们在观察美国的利率政策的时候呢，应该把过往关注在通膨方面的注意力呢转移到失业率上面，因为其实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呢才是大家注意的焦点现在呢在寻找工作的人已经从7月的 19.4% 呢上涨到 28.4%。那你可以看到呢，美国失业率目前也是创下了近10几年来的新高。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